哦，对了，我记得你在参赛的时候好像跟那个墨菲走得很近啊。我们是大学同学。他在法国还好吗？您怎么知道他在法国呀？他去法国又不是秘密，我知道不是很正常吗？过得挺一般的吧。前2天打电话说是忙得不可开交的。哦，那你应该多关心关心他。哪轮得到我关心呢？啊，听说凯曼的方总监最近也在法国，挺照顾他的。前2天打电话，他们2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该不会是在谈恋爱吧？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没太跟我聊他这方面的事情。其实跟方笑瑜在一起也没什么意外的，现在年轻人们都是这样，跟一个人在一起不合适就找下一个。只是出国这么好的机会，把精力都浪费在感情上，确实太可惜了。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私生活影响到工作，你知道吗？不会的，我不可能的，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即使有男朋友也不会影响工作。这样就对了。你要记住，在职场上，人品最重要。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工作都要是第一位。这个沈佳熙有点小才华，也挺上进的。不过你要注意一点，他功利心太重了。行，您放心，我知道它的用处。你不会是认为我是因为明轩吧？不是，你是我师姐，我还不了解你吗？现在话怎么这么多？不是，我觉得你不太值，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要不是因为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我真开了你。不会吧，师姐？咱们俩这么多的交情，你也不能这么狠心啊！我就是为你觉得担心。哦，对了，那个新来的林翔怎么样？林翔这2天开会表现还不错，您从海药挖来这样的人才也挺不容易的。当然了，我看中他可不是1天2天了。朱海天就不知道怎么好好的用他，像他这样的人才在那边简直就是资源浪费。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他毕竟还是国内的设计师，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相对比较保守，思维不够开阔。唐总在法国那边有没有找到好的苗子？哎呀，听说好像不是太顺利，也在争取呢。一般来说，在国外学习的设计师才华突出，有机会能成为大师的助手，再做个几年就可以创立自己的品牌了。可是要回来重新开始，下这个决心确实不容易。哎呀，这个行业竞争太大了，想要有所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是啊，但最起码咱们还在做原创。哇，今天这么美呀！啊？今天不是拍宣传吗？我当然要漂亮一点。不，你每天都漂亮，每天都那么美。我听刘蕊说，为了这次宣传，你特意给我准备了一套超漂亮的珠宝。那不是一般漂亮，那叫特别贵。那是我妈在瑞士好不容易拍来的，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给借过来用一下吧？哦，是妈妈的首饰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借不借的，给我看看。看什么看？一会儿拍照不就用了吗？就要现在看吗？还听？好烦呐！看一下嘛。行，你看。别多看。不看。这是空气的保险箱。去。哎呀呀呀呀！哇塞，还真是漂亮。别动！我一说给你弄坏了，我妈那儿可交代不了啊。知道啦。瞧瞧，漂亮吧？漂亮。我妈说了，这是给将来儿媳妇准备的。哦，那不就是我吗？我说我娶你了。哎，你们是猪吗？不是确认过了吗？啊，等我过来。来，我去确认一下那个图纸。好，你放下，别弄坏了。知道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哦。
小婉姐，摄影那边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拍了。哦，哎，刘蕊，你给我拍张照，用你那个朋友圈发一张，快快快。发什么？就说，哎呀，好羡慕小曼姐呀，就这一句就行，其他别说。别人问你，你也别回啊，拍自然点。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哎，有回复了，小曼姐，他们以为你要结婚了。哼，给我看看。他们也不傻嘛，的确是该这么想。这个莫非，你怎么认识啊？啊，上次名媛比赛的时候加的他。他好像去了法国，去了什么服装工会学习呢。他发的照片都好好哦，法国好浪漫，我都想去了。好看吗？哎，刘润，你小心点儿。哎，我把你送到摄影棚，我得出去忙活了，好多事没办哦，你去干嘛？你是不是为了不想陪我找借口啊？说什么呢？还不是最近找这设计师吗？头都快大了。杨副总在米兰碰壁了。对呀。那去巴黎呢？巴黎在设计界也算是顶级的，要是招设计师的话，可以去巴黎看看。哼，米兰都搞不定，还搞定巴黎，他行吗？我可以去试试呀。你？我现在可是你的特助了。再说了，我巴黎有熟人。你巴黎有熟人啊？真的假的呀？真的呀。回头我让他们打听一下巴黎设计界的情况，等我们找到合适的设计师，董事会的人就不敢再为难你了。哎呦，瞧瞧，给我们家小曼厉害的啊！巴黎还有关系呢。我跟你说啊，要是这回这件事你能办成，那公司我跟你说，你可是立了一大功了啊！放心，保证没问题。这事儿成以后啊，像这个啊，都是你的。说定了？必须的。走，今天好好拍啊！知道啦。OK， 头稍微低一点啊，谢谢。来 ，OK， 好的，来那个反光板低一点，我们来张全身的，谢谢。来。各位先休息一下，谢谢。好，谢谢。哎，刘蕊，这模特什么来头啊？这么大排场？她可是我们海妖未来的老板娘呢。哦，是吗？难怪这么大架子。朱总对她可好了，这些高规格的待遇啊，都是朱总特地交代的。啊，这样啊。刘蕊，哎，你俩聊啥呢？啊，没聊什么，就是他问了问你和朱总的事情。哦。啊，小曼姐，哎，你和朱总是不是快结婚了呀？应该快了吧。那太好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了。你帮我安排一下去法国的行程，然后打听一下那边比较优秀的设计师，告诉我。好的。好好办事儿啊！事成之后，给你包大红包。谢谢小曼姐。去准备一下下套衣服吧。Mais pourquoi il n'y a pas de jaune? J'aime bien le jaune. Les éléments orientaux que vous voyez maintenant sont venus de Vienne.
C'est pour ça que cette collection de vêtements est principalement blanc. Quel dommage. Si vous voulez, on vous proposait une autre collection. Celui-ci, ça vous plaît? Qu'est-ce que c'est? C'est peut-être un portefeuille. Un portefeuille? C'est si petit. Qu'est-ce qu'on peut mettre C'est un dedans? cachet de parfum qui sent très bon. C'est un objet exquis. C'est une couleur très spéciale. Elle s'appelle Qiuxiang, qui représente le soleil d'or dans cette belle saison. Je la veux. Je vais prendre cette robe d'automne. Xie xie，久仰大名啊！今天终于见到您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明远时尚的唐明轩。我没想到会在专柜见到您。我是不想错过任何一次和您见面的机会啊。那么，您这么有诚意，我对您和贵公司的印象很好，但是我的答案还是没改变。我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做生意并不是交朋友可以随心随欲。SLC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我们对待收购十分慎重，并不仅限于资金问题。我必须为 SLC 的未来考虑。但是现在的市场环境，中国是整个世界上市场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明远在整个的中国呢，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销售体系。我相信我们的合作可以摆脱 SLC 当下的困境。我们当然对中国市场很感兴趣，但是 SLC 毕竟是一家法国企业，我们还是更倾向于欧洲企业合作，因为我们有更相近的文化价值和管理体系。所以明远时尚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所以说，现在明远时尚是拥有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我不可能透露更多。我很理解，但是我希望，如果我们的整个的新的方案可以调整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可以更好的帮助到 SLC， 我希望您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期待和你的下次见面。谢谢。是啊，爸，其实能见到米娅就是个意外之喜，但是后边还是不太顺。有希望就是好事情。是啊，有竞争对手，咱们最后赢了，那才有意思。是凯曼吗？米娅她不告诉我，但是你放心好了，我会尽快把那个竞争对手查出来。好，好，注意安全啊。放心吧，爸啊，那我挂了。你居然在家呀，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了好多地方，我真的累死了，一天没吃饭。我赶紧点个外卖。你要不要吃东西啊？我不吃，我也吃过了。你自己点就好了。你一会儿可不要吃我的啊！先跟你说。哎呀妈呀，点个披萨，披萨。哎，要不你帮我点一个吧？不是吃过了吗？帮他点。谁？大姐，他吃没吃饭关你什么事儿啊？你真以为他生活不能自理吗？那就是在装可怜。他不是因为我受的伤吗？而他手也不方便，我想说能帮一把是一把，对吧？谢了。
那书呢？那书给您放车上了。兄弟，你这是要跟莫非去约会吧？是啊。哎，就是我看人电视剧里演的啊，约会都是拿个花啊，拿个美酒什么的，您拿本书太寒酸了。你懂个屁呀！我告诉你啊，我那个可是《小王子》的原版书。是吗？但我还是觉得不太好。你觉得不好不重要啊，关键是莫非喜欢就行。走了。来了，我就知道你没有把我忘了，我快饿死了。那披萨。那要不我帮你打开？好。我给你放在桌子上了啊。好。哎，对了，李琦刚才给我发消息说，百里的事情解决了。真的吗？怎么解决的？你想知道啊？对呀。那你喂我吃。跟你开玩笑的，真的是。是李琦的朋友找到了附近的商圈的录像，拍下了他们打人的全过程，所以警察就把他们抓起来了。哦，这么简单啊？那我告诉了你的这个消息，你作为回报，是不是得帮我一个忙啊？什么忙？你帮我看看，我总觉得套路太多，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你有没有想过用蜡染和苏绣呢？真的是，你怎么什么都用中国元素来解决呀？能不能认真考虑一下？我认真想过，而且我自己也试过，出来的效果确实挺好的。可是，一次放2个元素会不会太多呢？毕竟我要做的是西式服装。我觉得只要尺度把握好了，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我之前回作业的时候呢，用这种方式做了一个树叶。安德烈当时就说，没想到这2个元素融合起来，效果会是这样。别人也都说出来的效果很好，所以应该可行。而且你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画龙点睛，而不是中国元素。这样的话，你的老板也不会觉得太突兀。洗澡呢，怎么门给锁了？你怎么送外卖送这么久啊？去隔壁。程总，你怎么来了？莫非呢？他。回去帮你开门。明轩，你别误会，我只是来给他送个披萨而已。明轩，我们在一块儿吃披萨呢，要不要一起啊？你这么晚还吃披萨？不用了，你们俩慢慢吃啊。明轩，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不是你这样就生气了。我说你放开，追他干什么呀？你脚好了是吗？
没有，我就是方小雨，你太过分了吧！你也许很难过，你也许很想我。恭喜你提前杀青了，我续集北京的角色独角戏，全给我。假如你要我陪你疯，为何把你 Allô Bonjour, Monsieur Tang. Je suis la secrétaire de Mia. 一个宇宙让我失踪，也不再打扰你的人生。唐总没说几句话就走了，你俩又吵架了。这事儿不能怪唐总，我要是换做他，看见你从风笑雨那屋走出来，我不止生气，我还要跟你分手。这么严重吗？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莫非？你得要多替对方考虑一下。我替他考虑了呀，而且刚刚我本来想跟他解释的，可他听都不听就走了。行，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唐总在国内，你想回国给他一个惊喜，然后你回国了，发现他青梅竹马那个女的跟他在一起，你生气吗？好吧，确实，给我也会生气。这不就得了吗？还好人家唐先生啊，是有教养的人。要是换成程阳，我早给他打过去了。莫非这个事情啊，确实做的不太对？我们就是你的前车之鉴。你要这样，就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吗？我跟陈阳需要分开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我跟他都需要空间冷静一下。我还是这句话，一定要好好的替对方着想，珍惜身边的人。晚上好。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科普一个小知识，他说虎鲸是非常有爱的动物，它们一旦吵架呢，就会在3分钟之内和好。要是人能像虎鲸一样就好了，争吵过后很快就能和好。今天晚上的事情是我做错了，我们能不能和好啊？
Entrez, s'il vous plaît. 啊，嗨，明。您好，唐总，欢迎，欢迎您的到来，请坐。坦白说，上一次的见面纯属偶然。当时我对名媛时尚不是很了解，后来我对名媛时尚做了一些评估。我很高兴你们能够扶持苏修技艺。这个呢，现在只是我们明远集团全球战略化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会对于我们中国的非遗技艺，会加大力度，给予更好的扶持。我个人很希望和你合作，所以我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详细方案，强调了明远集团的优势。多谢。不客气。我之前对于 SLC 的一些了解是在近些年加大了很大的，就是东方元素，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越南元素呢？的确，我的祖父曾在越南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们也把目光放在中国，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多的中国元素。这些年啊，其实中国的整个的服装行业一直在追寻着世界的一个潮流，但是现在在中国有很多公司啊，他们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公司的特色，还有质感。就像你们做的一样。是的，就像我们一样。但是收购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了解了你们集团的商业模式，但是我必须要向董事会推荐，内部同意之后，最终才能让股东们认可。我不知道我上一次给您送过来的新的收购企划案，你有没有看过？董事会比较倾向于凯曼，因为他们提出的条件更优越。没关系，这个我很理解。所有的合作里边都有很多竞争对手，但是我非常的确信，明远将会是 SLC 最好的选择。是的，凯曼在资金和品牌上确实是有绝对的优势，但他们的收购行销策略并无新意。虽然呢，我个人很欣赏你，但是我必须公事公办。没关系，我会非常耐心的等待您的回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明轩，你的那份收购企划，董事会已经通过了，你不用担心资金的问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自己增加了5%的预算，老夏也签字了。老爹啊，多谢。我是担心这个方卫国啊，不会甘心，还会搅局。但是现在米娅对咱们的送糖非常感兴趣，这一点上，他没有任何的优势。还有一件事情，海药那边在积极的接洽法国的设计师。就他们，只会在抄袭的路上越跑越远。不是你清兵啊，我打野呢。啊好，我再打兵了。我跟你说什么了，郑航？快点！沈梦姐回来了。啊。哟，白总回来了，辛苦了啊。不辛苦。今天这个会开得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你替我去开，这帮老家伙没说什么吧？我可是代表你去的，他们要是对我有意见，不就是为难你吗？你可是公司的大老板，他们怎么敢为难你啊？是不是？任航，你看着上路。海天，我之前给你的那些设计师资料，你看了吗？什么资料？在办公室。哦。啊，没事儿，你没看我跟你说说啊。行。那些法国设计师都挺不错的，尤其是那个叫程阳的。我想去趟法国，亲自跟他聊聊。不是你看着点塔呀！你是猪吗你？哪儿？你刚才说法国是吧？去，我支持，去。因为刚好我有个行程要去法国，到时候他约出来，机会合适的话就给他签了，这样你回头在董事会上提起来，脸上也有光彩嘛，是不是？
你说的没错，发动精神，啊，给你个赞。正好，一塔没了，一塔没了。付飞，我想好了，我准备回国。真的想好了？因为当时呢，我是因为程阳才来的这儿，现在我跟程阳关系变成这样，所以我想回去了。好吧，不管你到哪里，我都希望你可以幸福。你也是。我回国了呢，我其实担心的不是程阳，是你。你一天大大咧咧的，也不会照顾自己，哪天把自己搞丢了都不知道。你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倒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哎，你机票订了吗？这几天在看呢。哎，最近跟唐总怎么样呀？给没给你打电话？应该他在忙吧。他忙，你可以主动一点呀。莫非我劝你一句啊，趁他现在还在这儿的时候，你们俩一定要说清楚，要不然过几天等他走了，你都不知道找谁去哭。你不是想去看一个什么艺术展呀？你把唐总叫上一起去啊？那怎么能行呢？我都和你说好了要跟你一起去的呀。我去不了了，我好多行李还没收拾呢。我说你机票都没订呢，这个人怎么这样？你是不是该去上课了呀？我看一下。我该走了，那你先吃啊，拜拜。你慢点儿。好。衣服，拜拜啊，拜拜。Vous avez porté beaucoup d'attention sur le bas de la robe. Vous voulez dire que les détails de cette robe ne peuvent pas le faire vouloir? On doit mettre l'accent sur le haut de corps? Ouais, voilà. Ouais. Oui, comme ça c'est bien, c'est très bien. Moffet, il y a un concours à Lyon. Ça vous intéresse d'y participer avec moi? 莫非去啊？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Avec plaisir. Bon. Jing, aussi, vous pouvez vous joindre à Moffet. Merci beaucoup. 我觉得安德黑这次很喜欢你的设计。错，是我们的设计。他是不是想让我们修改身材比例啊？好像还要建议我们用刺绣。这最难找的是凤凰的图腾吧？凤凰的图腾还有中国风，这加在衣服上不会有点奇怪吗？其实他让我们用刺绣，就是想看看我们会怎么表现中国风。而且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是 totem 而不是 phoenix。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中国人眼中的凤凰和西方人眼中的凤凰呢，都是想象出来的产物，而西方的 phoenix 是由不死鸟和希腊的太阳鸟演变而来的。它们300年到500年呢，会子孙重生一次。而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凤凰呢，它主要表达的是喜庆、吉祥，还有高贵，与西方的完全不一样，连样子也不一样。所以他是想让我们做高贵版的。那也没有那么简单。你想啊，在汉字中，百鸟朝凤，人中龙
凤凰不与燕雀为群，都是形容贤才的。而 Phoenix 呢，在某种领域上也可以形容巨匠，它同时也是代表获得爱情的神物。而所有人呢，都希望自己的爱情之火可以像凤凰一样永恒而不灭。听了这么多，我都听晕了，还是没有听明白。其实就是用中式服装样式与中西方元素的文化解读层面去做融合，而不只是单纯的中国元素堆积。所以我就说嘛，这中国风的衣服就是很难做呀，要注意哲学思想，还要注意表达方式和传统文化。你说安德烈这次是不是挖坑给我们跳？他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他只是想刺激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找好图案，然后想怎么呈现就可以了。孟静同志，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困难而艰巨的任务？好吧，我就给你这次机会吧。走吧。凤凰于飞，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料子啊？我想找那些轻薄一点的纱，凤凰于飞会不会？如果太厚重的布料的话，它就没有那种轻盈感了。你想找什么料子？我帮你一块找啊。我想找乔其纱。看一下，哎，那边有。对，就是这样的。再买一些欧根纱。可是这会不会太淡雅了？如果再加上珠绣和苏绣呢，在这个上面弄一些珠绣，在欧根纱上面用手工刺一个凤凰的羽毛，怎么样？可以。Madame. Bonjour. Bonjour. Je voudrais un peu de ce tissu. Pas de problème. Est-ce que vous avez d'organdie de soie naturelle blanche nacrée? J'en veux aussi. Oh, je suis désolée, nos stocks sont épuisés. Mais vous voulez en prendre un autre? Vous avez l'échantillon là. Je veux le regarder. Oui, bien sûr. Suivez-moi. C'est par là. Voilà les échantillons.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光泽度也很好，如果绣出来的话，就是低调的奢华。On peut commander maintenant, mais on n'en a pas besoin beaucoup. Bien sûr. Celui-là? Très bien. Vous pouvez m'écrire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et votre nom? Dès qu'on reçoit les tissus, on vous appelle. Merci. 你今天有事儿吗？有啊，我得回去赶功课呢，我还有服装史的论文没写呢。好吧，我还说下午有一个艺术展，想跟你一起去呢。艺术展？哎呦，我好想去啊！可是我那个论文还有一大半没有写呢。好吧。喂，多多。你在哪儿啊？我刚跟梦静买完布料呀。你之前不是说下午有个什么艺术展吗？我想了一下，我陪你去吧。真的吗？你要陪我去艺术展？你不是说要收拾东西吗？哎呦，行李什么时候都能收拾。我想我马上要走了嘛，以后就没有时间陪你了，不如趁现在这个时间多陪你逛一逛啊，玩一玩。票我已经买好了，那咱们下午直接在那儿见吧。多多，我说我爱死你了。好，那我马上过去啊，拜拜，一会儿见。若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变。你是四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
心自在无意中闪，细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再能见你难。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四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你多多跟我说他来不及过来给你送票了，让我帮他送一下。听懂。你可千万不要误会了，要不是他真的求了我很多遍，我真的不会来。你自己看吧。哎。 怎么了？想
去宇宙，直到我们呼吸停了，心脏还跳动着。你要干嘛呀？爱情的歌曲有许多，但这首歌是嘴不舒服啊？昨天看到我电台更新了吗？我昨天一直在开会啊。是吗？是啊。没有登录吗？你有看到我登录了？对啊，我看你一直在线上啊。他可能之前登录忘下了吧？哦，原来是这样啊。你又更新什么了？发了你。发了我。你可以说给我听听。你可以回去听回放。那你为什么发了不能现在说给我听呢？你回去听回放中。等一下。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Je voudrais celui-ci. D'accord. Ça fait combien? 10 euros. Ok. D'accord, merci. De rien. 现在别说了。对不起啊，上次的事情我想了想，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也会生气。过去的事咱们就不说了。还有下次吗？没有了。怎么买这么大？放在家里好看。噔噔噔噔噔噔。要拉手风琴吗？我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儿呢？你做什么了呀？啊？你个牙无限女的，说好过去的，结果你害我丢人。哎，我怎么就让你丢人了？看看这些花啊，多漂亮呀！嗯，挺贵呢。好看呀，美。和好了就好，和好了就好。你跟我讲讲，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你们怎么和好的？你给我讲一下过程。脸红，不会唐明轩亲你了吧？都怪你身上。莫非，你太可怕了！你这个，你怎么嘲笑我呢？好，和好了就好啊！我要不然总担心我回国以后心里总挂记着这事儿呢。就是你就嘲笑我吧。哎呦，你看看你前几天那死样，现在可好了啊，有精神了。手机。谁给你发的？给我看一眼。行，你自己在这儿甜蜜吧，啊。哎。
大家好，这里是飞到小角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和唐明轩先生恋爱了。之前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呢，实在是没有想好。坦白讲呢，一开始其实我对这段感情不是特别的确定，毕竟我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生活环境呢也天差地别的。对，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最近发生的事情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心意。我喜欢他，我想和他在一起，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不会动摇的。今天本来是和多多一起去看展的，他跟我说票都买好了，可是他没来。唐先生却来了。喂。喂，唐总你好。您今天下午有没有时间呀？哦，最近都比较忙啊，怎么了？哦，这样啊。我本来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愿意下午跟莫非去看个艺术展？要是你没时间的话，那算了吧。我问问方笑瑜。哎，我刚想了一下，下午那事儿好像不太重要，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挪一下。那我一会儿把地址跟时间发到您手机上。行，谢谢你。经过今天的事情呢，我想清楚了一件事儿，虽然奢求，不管地球怎么样转动，你在我眼中。哦，西亚，你来了。你还好吗？这场大秀还等着你呢。哎，啊，我最近手腕还是不太灵活，所以不一定赶不赶得完了。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觉得，你用不用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不用，你放心吧，我会尽快的把你安排的工作完成的。啊 ，OK。你吓到我了。哎，对了，听说凯曼收购了 SLC。啊，你也听说了啊？对，王总监告诉我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帮忙倒不需要了。我跟 SLC 的高层交流过，他说，董事会有不少成员对开曼提出的条件很动心，但我们开曼有自己的专属棉天，
足以保证高质量的布料工艺，所以我认为呢，实在没有必要收购 SLC。那这个决定是谁提出来的？这个好像是上海开门的新董事长提出的。嗯哼。上海凯曼换新董事长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啊？我的级别不高。你从来没问我这个公司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问题啊？我最近不是在洗心革面吗？走吧，大家都在等你看你的新设计呢。嗯。C'est un vêtement conçu avec le batik comme concept principal. En effet, nous étions vraiment très surpris quand nous l'avons vu la première fois. Il semble que ce batik soit très différent des vêtements traditionnels indonésiens. C'est parce que j'ai coupé de la façon chinoise. En effet, la combinaison est vraiment très intéressante. Et surtout, c'est de voir comment un même process arrive à créer des effets différents dans des pays différents. Est-ce qu'on peut poser la batik comme thème de ce défilé le haute couture? Bonne idée. Qu'est-ce que vous en pensez, Fang? Ça sera très intéressant. Nous avons ici un Chinois, des Américains, des Danois, des Espagnols, des Japonais. Nous avons tous nos propres façons de traiter le batik. Je crois que les résultats finaux seront magnifiques. Parfait. Alors, le thème du défilé sera le batik. « 恭喜方总重返工作岗位。你少出来刺激我啊！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什么意思？怎么了？我也没说什么呀，别生气啊。哦，是不是穆小姐和唐明轩在一起，你不高兴了？你以后能不能少管我的私生活啊？您放心，我不会管您的私生活，绝对不会打扰。哦。 是唐明轩太高调，大家都知道了。在狡辩？我没有狡辩，是唐明轩，我不是故意关注他的，是钟叔让我关注他的。反了你了！出去！放小气儿，小气儿。出去！你注意您的手啊。 快一点，磨磨唧唧的，要赶不上飞机了。这些东西太多了，而且我们出来也太晚了。那你不知道让我早点吗？我叫了呀，可是你化妆、选衣服、拍照用了3个多小时。现在的意思是怪我喽？没有没有，是我考虑不周全。行了行了，别说了，快点吧，别耽误正事儿。 来了，小曼姐，我已经跟那个程阳联系上了。哦，是吗？见面的时间定了吗？他说最近没什么时间，所以什么？没时间？你没跟他说我们是海耀的吗？我说了呀。那你没说我是海耀朱总的太太吗？你不说我是朱总的太太。 人家凭什么相信我开的条件？他要是不相信我开的条件，不来海耀，我怎么跟那帮老家伙交代？气死我了！我告诉你，朱总要是不让我管理海耀，你那大红包啊也别想了。好的，小曼姐，我知道了，我这就再去联系他啊。快去快去吧！
飞，多多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我买好回去的机票了。所以呢，今天你不管有什么作业，都不许先回去。你一定要陪我好好的吃一顿饭。好吧，今天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定去哪儿吃，但是我带你来。那我可要选一家帅哥多一点的餐厅了，好让你家唐总呢吃吃喝喝。对，就应该让他吃吃喝喝。走吧，走啊。白总，因为我很爱我女朋友，所以我才。程阳，没看出来啊，你长了一双这么漂亮的桃花眼，竟然还这么专情，为了女朋友才考虑回国。你女朋友知道了，肯定很感动吧？我俩在一起10几年了，感情很好，所以关乎未来这么重要的事儿，我确实得跟她商量商量。理解理解。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海药集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在上海的住宿还有你的酬金，我们全都包了，只要你愿意来海药，条件随便开。白总客气了，其实你们给的工资已经比我想要的多很多了。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喽。吴飞，你说我这一走吧，我还真有点放心不下你。你就是太善良了，而且还没有防备心。你说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呀？我说你就别担心我了，倒是你回去你有什么打算？还有程阳，你真的放心把他留在这儿？我想好好的静一静，之后想好了再说吧。这感情的事儿，我也说不准。不过，怎么了？我能不能和他继续保持联络？我飞，这你听我解释。我觉得他真的非常有才华，而且我们只限于工作，平常事情不会联系的。不行，而且我不许你跟他通风报信啊！我不会的。工作上的事情。你粉盒掉了，别动你。程阳，不客气。我说他脚踏两只船，还真是小看他了。白小曼，你认识那女的呀？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哎，你干嘛？你干嘛？掀个桌子，你别管我啊！哎，特别有设计感。多多。多多，你干嘛？我干嘛？你干什么呀？你谁呀？我干什么？对不起，白总，对不起，白总。多多，你干嘛呀？干嘛？你们在干嘛呀？啊？莫非，我看这就是你挑拨的吧？你有病吧？什么都怨在我身上，我打你了吗？多多，你误会了，这是海妖的白特助，他来找我签约的。签约？签约还是牵手啊？我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俩拉着手呢。我告诉你，程阳，咱俩玩完了，彻底的完了，滚！多多，多多，程阳，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是吗？白总，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吧啊！哎，多多。多多，我说你消消气，这应该只是一个误会。白小曼过来找他只是为了工作。白小曼是你的同学，我不相信你。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只和一个同学有过节，那就是白小曼。你能不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白小曼她这个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真的吗？对呀，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他会来法国，更不知道他知道陈阳啊。这也不难呀，他可是得过什么新人奖冠军的。多多，他拉我的手就是想跟我套近乎，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呢。我看你刚才拉着他手的时候挺美的呢。那你也看见了，他一碰我就躲掉了呀。多多，白总是来找我签约了，
他给我开了很优厚的条件，但是既然你不喜欢，就算他给我再优厚的条件，我也不可能去。多多，从小到大，这么多年，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想过跟别人在一起。莫非，我这几天要回上海，我先回房间收拾东西了。多，你回国呀？我跟你一起回去。给他点时间吧，过几天肯定就消气了。真的吗？谢谢你，莫非。我觉得你没有选择海药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还要在设计里面坚持中国风的话，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明远。明远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宋唐，在中国风里算是老牌子了，而且他们的销量也很稳健。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急于要打开国际市场。据我了解啊，他们现在正在跟 SLC 接触。明远集团他们唐总之前找过我。我犹豫的是，宋唐这个品牌十几年了，风格一直一成不变。我不知道我去了能不能给他们有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才特别希望你来加入我们明远，改变当下的状况。你放心好了，我会给你足够的空间，由你来主导设计，配给你最好的设计团队，包括你所说的生产线。你不用现在就回答，你可以回去做做功课，然后再考虑一下。唐总，我会认真考虑的。咱们上海见。希望。我临时接了个电话，要赶过去开股东会议，现在马上就要走了。啊，这么赶啊！所以要过来看看你。别走了。我马上就回来，好吗？你要干嘛？不舍得你走。我们出去走一走，好不好？抱住。我给你买冰激凌吃。我走了以后啊，要照顾好自己，别一工作起来就忘了吃饭了，啊？我说知道了，你都说了好多次了。我这不是要走了，不放心你吗？哎，刚刚那冰激凌真好吃，我一吃冰激凌就想到我弟。我弟他可爱吃冰激凌。还真是个好姐姐啊，什么事儿都想起弟弟。哎，我什么事儿也都想你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对你弟很好啊？我对你不好吗？好，特别好。怎么？舍不得你啊？我也舍不得你。别走了。要回去工作呀，小娘。什么？你要去明远时尚？是的。为什么呀？是我给你的条件不够好吗？不，白总，这压根儿跟钱没有关系。其实明远一直在跟我接触，只是我当时还没有决定。你现在才跟我说，也太不够意思了吧？我跟你联系都1个多月了，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明远跟你也有联系啊。白总，海药跟明远是竞争关系，我恐怕不方便说。
在就要。Bonjour。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哼，当然有啦。哦，这条裙子，我想试试。好，我去帮您找您的 size， 您可以去那边等我。最小尺码，谢谢。在后面，哎呦，我自己好像拉不上来，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拉一下呀？好的，来了。哎呀，怎么样？哦，帮我拿一下鞋子行吗？刚刚忘在试衣间了。好的。不好意思啊，我没说清楚，不是这一双，是我新买的那2双。谢谢啦。麻烦帮我打开一下吧。不是这个，是这一双。哎呀，这个裙子怎么这么长呀？太长了，不行不行，你又得麻烦莫导购员帮我穿一下呢。我说你不要过分啊，白小曼。我哪里过分了？我不是一直在拜托你吗？哎呀，你们的职责不就是帮我们客人试换衣服吗？怎么？你们巴黎的导购就只有谈恋爱和挖别人墙角吗？这双鞋子不是在我们店里买的，我没有义务给你穿。好了吗？再见。哎，这个鞋怎么被你弄得有个划痕啊？你看，这可是我新买的鞋子，好喜欢呢。你要赔我，按原价赔。莫非，怎么了？这女的又来找你麻烦了？这位大小姐说我把鞋弄坏了。有证据吗？哼，你这什么态度啊？店长呢？我要投诉你！哎，我警告你啊，你说话可不要拿手指人，特别没有礼貌。我哪里态度不好了？您是不是没有证据啊？没关系，我有证据啊。喏，这就是摄像头。当时我拿您鞋的时候就在摄像头底下，所以这鞋到底是我弄坏的，还是别人动了手脚？我们去警察局坐一坐就知道了。走吧。对，去警察局。谁怕谁呀？哎，莫导购员，我可是在你的店里啊，你别乱来。Qu'est-ce qui s'est passé？ 你以为我傻呀？我才不跟你们去警察局，我又不会法语，去了要被你们乱说。这件啊，这几件都给我包了吧，刷卡，还不差这点钱。脚不凉吗？明轩，回来了。来，过来。不用，阳光来了。
说你成功的跟米娅见面了，唐伯伯特别开心，说晚上要跟你喝一杯呢。咱们一起喝一杯。好。明轩，这次你在巴黎能和米娅单独见面，非常不容易，我得祝贺你一下。来吧。多吃一点啊。我有一事儿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说。这次去巴黎。明轩，别说这些闲话了，一会儿菜都凉了。来，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吧？妈，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正事，不是什么闲话。这样，明轩，你这事儿一会儿再说。雪玲啊，她刚从米兰回来，也是为公司的事情在忙。听说她约见了好几个非常不错的设计师，是吧？是啊，我这次接触的这几个华裔设计师呢，他们对我们明远的环境和资源都相当的满意。再加上每日时尚在国外设立的这个海外版，他们这个热门的服装网站销售量已经排到了前10名了。所以这些设计师非常希望能够回国发展。那很好。还是我们雪玲能干。明轩，你还不谢谢雪玲？辛苦了。还有就是，我除了物色到这几个优秀的设计师之外，还有其他意外的惊喜。还有什么？说说看。米兰的 JK 设计师想跟我们明远合作，联名推出一款中国风元素的新装，在下一季的米兰时装周作为压轴款。好啊，你跟 JK 都有联系了，不容易。这个说来也是不打不相识。我跟 JK 的 HR 都在争同一个设计师。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回，他们竟然对我们推出的新装特别感兴趣。他们说我们明远的服装是可以在国际时装周崭露头角的，所以就找过来了。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要我说啊，你们就别去联系那个法国公司了，这一趟一趟的，费力又不讨好。雪玲找这个公司就挺好嘛，又不是没有大公司跟我们明远合作。丹丹呀，公司的事情你又不懂啊。明远要发展，就一定要打入国际市场。好，我不说。是。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件好事情。明轩，你应该敬雪玲一杯。快吃饭，你们多吃一点啊。来，我们一块儿喝一下。来，祝贺你。谢谢雪玲。辛苦啊，雪玲。不用送了，明轩，你刚从法国回来，肯定挺累的。我可能就时差没倒过来。那你就早点休息，如果累的话，就多休息几天。雪玲，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家了。你说这孩子，去了趟巴黎，就被那女孩带坏了。别着急嘛，我能不急吗？你要相信你儿子，他不是那么容易被带坏的。在饭桌上你没看出来？要不是我压着，赶紧打岔，他当着雪玲的面他就得说了。明轩的性格你应该清楚，嘴长他脸上，他想说我们是拦不住的。但是我们两个必须得压下来啊！如果他当着雪玲的面说了，这个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是我真觉得他跟雪玲之间到底怎么着还不一定呢。所以我们要帮忙啊，我们要把他们两个撮合成啊。这怎么帮忙？这就是强行把他们往一块拽吗？这就是强扭的瓜，它不甜。他小，他不懂事，但是咱们要分清楚啊。真是的，这个孩子，反正除了雪玲，我谁都不认。是吗？啊，你来的正好，我要跟你谈谈雪玲的事情。来，坐。刚才想跟你们聊了，你们谁都不理我，现在又想跟我聊，哎。你的婚姻和恋爱这是大事，真的不能胡闹。
你要听我们父母的意见，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妈，我太难了，我都这么大了，我自己谈个恋爱还做不了主。你能做主，但是父母的意见你也要听啊。我们都是希望你能够幸福啊。对，3年前你们就为了公司利益，想让我娶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嘛？结果呢？幸福吗？我承认当时这个事情我有责任，我跟你说对不起，是我没有搞清楚，硬把你们2个逼在一起，才造成今天的后果。但是雪玲和倩倩她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回事儿。雪玲为你付出的这么多年，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她为了这个家，为了公司，为了你，她是全心全意的。妈，你再继续这样下去，只会重蹈覆辙。是，雪玲她为了公司付出很多，那是她的职务啊。但是在生活当中，我知道她对我也很好。但你说一个女孩对我好，我就要跟她在一起了，那这样我是不是要同时跟很多女孩在一起啊？但是你跟她不一样，你青梅竹马，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行，那我娶俩行吗？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娶2个？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雪莉有什么不好的？你非要娶那个莫非？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好，爸，你好好管管吧。你看你媳妇打人。李轩，你看，谈着谈着又谈崩了，又谈不下去了，老是这些话车轱辘翻过来。对呀，我都烦死了，我也不想讲这些话。为什么非要插手他的事儿呢？我为什么不插手他的话？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我希望他能够幸福。你越插手他越不幸福，不明摆着的吗？恋爱自由说了100年了，怎么在咱们家就行不通呢？因为他年轻，他看不透。若说你是人间的4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捉边。你是4月寒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若你安好，便是晴天。片鹅黄，你是夜夜的月圆，你是天真，水光浮动你梦中的白莲。你是一树又一树的花开，誓言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希望，是暖，你是人间4月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道一声珍重里有着甜蜜的忧愁。时光如水，总是无言。若你安好，便是晴天。